上海周边的这个古镇门票很贵，而且商业化很严重，但为什么每年都能吸引这么多人过来呢？一起来看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秋库。那么今天呢，和朋友来到了上海周边的一个古镇吧祥。那么这个古镇到底是哪里呢？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看吧。走。那么这个古镇呢，就是乌镇。我们看到今天天气相当的好啊，入口处呢，游客已经是排得人山人海了。不愧是5A 级的古镇啊！我们看到门口还有电子测量体温，坐船游乌镇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乌镇的确是相当大哦，在进古镇之前，这边还有一段林荫大道，这个是乌镇大戏院。这里看到一个古代的晒场，在古代呢，这边都是晾晒一些染过的布头。那么这边呢，就是乌镇西栅的主入口，我们从这边开始出发。门口这边还有卖一些吃的，像水果、玉米啊，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那么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乌镇。乌镇地处浙江省桐乡市北端，西临湖州市，作为两省三市交界之处，地理位置相当的优越，历史悠久，长达6000年，也是江南6大古镇之一，也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在乌镇上面，像这样的客栈非常的多啊，在这边住一晚非常的惬意。再来和大家说一下乌镇这个名字的由来，那还得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那会儿有个英勇的将军，姓乌名赞，人称乌将军。乌将军非常的热爱国家武艺高强，勇敢善战。当年为了平定车溪河畔，也就是现在乌镇这里的这块区域，无奈被敌军暗算，惨死在车溪河边。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乌将军和他的青龙居，就将此地取名为乌镇清镇，后人合二为一，统称这里为乌镇。雨渎桥又名白果树桥，就是眼前的这一座，感觉年代也是相当久远了。乌镇的景色真的是相当不错，你看我随手一拍就是一幅佳作呀。其实像我们国内古镇实在是太多了，而乌镇作为众多商业化古镇之一，而且门票还要收150块一张，为何能够始终处于焦点，被众星捧月呢？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自己的魅力的。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乌镇可不是一个旅游小镇，而是一个破破烂烂、毫无知名度、没有游客的江南小镇，甚至相比西塘古镇，它整整发展晚了4年，相比周庄古镇，它整整晚了10年。然而今天它的名气却远远超过这些前辈名流，这和它的规划发展创新是分不开的。对于它现在的成功，我也是总结了2点，首先是做减法，打造差异化的古镇。当年乌镇为了还原最原汁原味的古镇，便拆除了一些周边不协调甚至还挺新的建筑，而这种减法也让乌镇讨了个巧，让大家觉得乌镇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古镇，而这点也正是很多其他古镇所办不到的。第2点呢，就是打造用户的独特体验。我们都知道乌镇分为东栅和西栅，为了打造这种独特的用户体验，于是乌镇决定将东栅定义为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老街的生活气息，成为观光型游览景区。而西栅则定义为保留精美的明清建筑，并设计新街的现代元素，成为综合型体验景区。这一差异化也很大程度实现了不浪费资源，也吸引了更多层面的人群，这也是很多其他古镇不具备的。这边还有像体育馆一样的座位，前面是一个水上大舞台，所以以上这2点经营模式也就成就了如今乌镇的成功。和朋友走了一下午，也有点走累了来到了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馆这个窗口看出去呢就是古镇，位置相当不错点了一碗红豆小圆子28块，但是这个味道真的就不讲什么了。另外在乌镇呢，也可以随处买到乌镇以及同乡的著名特产，像姑嫂饼、杭白菊、三珍斋酱鸭、乌镇羊肉、熏豆茶、三白酒等等，其中姑嫂饼和杭白菊最为的出名。好了，天色也不早了，再逛一圈夜景，我们也打算回去了。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乌镇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秋库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个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大家再会。